真攻略从不漏球啊！大家好，我是琉璃。暗黑4的 S7 赛季已经在今天凌晨开始了。经过一晚上的开荒，琉璃中午也终于用召唤刷出了血槽的装备，顺利成型，并且在赛季第一天就速通了100层深坑。那进行了一些细微调整之后，即使是在第一天啊，琉璃的死灵的也能做到满甲满抗的情况下，还能有2万左右的战斗血量，除了走得有点慢之外是没啥缺点的。本期视频我将根据这个赛季开荒的实际体验，为你带来血槽死灵的前期构筑。需要注意的是，你起码也要有了终极技能减冷却和720主调的暗金裤子、凯西米的传承，把血槽的冷却压缩到25秒左右才能上手。前期开荒建议还是先用召唤大军过渡到折磨1，在绿潮多刷一刷，搞到鲜血门票了就可以考虑去打7-2，获取了暗金裤子之后再考虑转型啊。在此之前呢，你需要先在赛季的绿潮里蹲一段时间，那这个时候一个稳定的网络环境就很重要了。这里琉璃推荐你使用迅游加速器，它的加速稳定，效果就跟丝袜一样丝滑。如果你之前没有用过这个加速器，可以在客户端的主页输入口令暗号乐球琉璃，白嫖到3天的加速时长。除了加速游戏之外，迅游还内置了不少妙妙小工具，比如这个内置的祭坛快速寻路功能，就能帮助小号快速寻找祭坛以及查找各种事件的刷新区域。你还能用它一键在游戏内打开暗黑盒，免去切屏查看攻略的烦恼，操作也会更加方便。言归正传，接下来是血槽死灵的构筑分享，你可以通过屏幕上的这个链接查看。那根据今天的开荒进度和一些东西的获取难度，琉璃对牺牲随从装备威能还有巫术技能都进行了微调。为了方便各位理解，我们先简单说一下血槽这个玩法的核心输出逻辑啊，就是呢以血槽本身产出血球，吃血球来刷新我们的终极被动拉斯玛，然后再通过它来强化血槽，打必定压制的爆发。新赛季里血槽得到了不少的威能强化，拉斯玛被动也得到了120的独立增伤。巅峰节点呢，现在也能提供加起来有250的独立增伤了。不过纯靠血槽输出的话，前期的冷却会很长啊，所以在前期除了必须有暗金裤子、项链、戒指的回火终极技能冷却之外，你还需要把熏血威能给打在项链上。那这个威能可以前期刷第2层获取低保，打在项链上可以吃球减少 1.5 秒的血球冷却。这样呢，我们吃血球刷拉斯玛被动的时候，还能同步刷新血槽这个技能的冷却。你最少也要把血槽的冷却压缩到25秒左右，才能有比较良好的游戏体验。这个暗金裤子是由720主掉落的，除了威能之外，其词缀中比较重要的是血槽冷却缩减和血槽造成双倍伤害几率2个词缀。开荒阶段我们对冷却的需求较高，后期则会追求双倍伤害的几率。这个词缀太古情况下强化中2次就可以做到接近100%的几率增伤了。这样呢，我们的武器就不需要回火血槽双倍伤害，转而去选择收益更高的泰坦陨灭这个被动回火了。关于前期的刷冷却啊，在你装备稍微成型之后，是可以自行调节迅血威能和冷却词缀的位置。最好确保自己吃8到9个血球，正好刷出血槽的冷却。因为拉斯玛这个被动想要刷出下一个必定压制得吃8个血球，如果你刷 CD 的效率太高了，血槽冷却转好吃的球不够，拉斯玛必定压制的话，就得多走位再吃几个球才行。那为了简单无脑的体验，最好保证我们吃球刷完 CD 的时候，拉斯玛也正好刷完。然后是前期的一些装备选择词缀说明啊，虽然我们这套玩法已经拥有了大量的血量，但想要在高难度游泳，你还是得把裤甲跟抗性配平。前期呢，我建议你鞋子穿盐的祝福或者拉卡诺斯的尾迹，他们是可以提供大量的全抗，配合你牺牲的骷髅战士可以直接拉满你的全抗。之后呢，头、胸找护甲，然后戒指插满骷髅石就可以轻松做到满护甲了。你也可以选择从佣兵拉赫尔这边找全抗或者护甲。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抗性溢出了，可以把骷髅战士的牺牲换成加暴击或者是加暗影伤害的。加暗影伤害的这个是需要配合我们的终极暗冷威能使用的，它呢是可以把血槽转为暗影类的技能，让它能吃到暗影系的被动强化。傀儡这边呢，我也选择牺牲前期更舒服的鲜血傀儡，这样子早期就能轻松做到战阶万血，后期等我们装备好起来，暴击足够高了，再把它换成加爆伤的钢铁傀儡牺牲就好了。巫术技能这边我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建议你前期带密语妖术、虹吸光环、灵魂收割、灾祸之浪和占领这5个，暗金技能选择复仇灵体就好。这样带呢，是因为前期暗金技能食人鱼是需要我们去地下城碰见祭坛才能解锁的，而玄奥宝石盒需要海量材料，我们没法直接做出终极技能转为巫术技能的宝石，所以就只能先用灾祸之浪来挂异伤了。玄奥宝石在前期应该只做得起对妖术影响敌人压制提升 15% 那颗，不过需要5万个骷髅碎片，我暂时还没刷齐。中后期装备更换主要集中在头、胸和鞋子3个部位。头部呢，在你护甲抗性都够之后，可以换成自带冷却的弑神者提升爆发。当然啊，能一步到位换成血爪之冠就更好了。胸甲未来的追求则是虚假死亡之一，如果你喜欢硬邦邦，也可以穿泰瑞尔之力。鞋子后期抗性补足了，就可以换成普通传奇鞋了，威能就能打鲜血变身威能了。它可以在你被控制的时候释放，用来解控，也能在刷图的时候提供赶路效率。如果你军帽、死亡衣都有了，那鞋子就只能打自动挂诅咒的光环威能了。
技能这边我们除了把容易吞压制的血雾抠掉之外，变化是不大的，大家可以直接看图中这一套。那接下来说一说这一套玩法的操作手法。血槽这个技能的释放逻辑是偏向近战的，你最好贴近怪物丢，这样才不容易丢歪，还能顺便用光环给怪物挂上诅咒。野外环境还有深坑，我们第一波遇见怪物的时候，这时候拉斯玛的冷却一般是没有赚好的，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先丢一个低伤害的血槽来叠层，之后吃球刷 CAD 再丢的血槽就是正常的伤害了。之后呢就是正常走路贴怪，然后丢血槽输出就行了。打 BOSS 的时候你再去按鼓牢和枯萎真伤就行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可以对你的开荒有所帮助。我是琉璃，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